考古学家的工作很有趣，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回顾过去。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近年来最轰动的一些考古发现，它们非常有趣。但在我们开始之前，一定要点击那个按钮，并按响通知铃，以获取更多视频。一种新型人类，似乎考古学家已经充分研究了这些具有划时代的最新发现。然而，2010年至2011年期间，在以色列的一个采石场，该遗址被挖掘出来，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沉积物。2021年，由以色列古生物学家赫什科维茨领导的挖掘工作发现了5块颅骨和一个近乎完整的下颌。在专家进行了几项研究后，这些遗骸原来是科学界未知的古代人的碎片。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人类遗骸。根据科学家的说法，新发现的智人类型与尼安德特人有一些共同点，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自信地将发现的物种归因于他们。检查头骨和牙齿存在大量差异，确定大概的遗骸的年龄的报告出来后，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大约有14万年的历史，决定将这些古代人类归于一种新型 Nesharamla Homo 内谢尔拉姆拉人，以他发现遗骸的地点拉姆拉市命名。这个发现和对新类型的人类化石进一步研究，可能会彻底改变对人类进化的理解，并可能揭示一些以前未知的事实。目前除了关注新闻之外，别无他法。岩画也是考古发现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他们描绘的是反映古人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或事件。在苏拉威西岛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画。科学家们相信这些图画是在大约44万年前创作的。这个发现不仅仅是简单线条的组合，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和绘制的情节。墙壁指向古代人的发展，洞穴墙壁上的描绘作品的质量和世界范围内的稀有性都非常出色。研究证实这些画是由一个人创作的。有趣的是，这幅洞穴画描绘了奇怪的不寻常的生物，它们看起来像半人半兽。除了这些生物之外，还有被拿着长矛的猎人包围的水牛，这可能表明古代人在狩猎。这幅画有5米宽。另外，在另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一幅野猪的画，该动物以自然尺寸绘制，并用红色赭石颜料绘制。除了这头野猪，墙壁上还描绘了其他史前猪。科学家认为，这些猪仍然存在于岛上的某些地方，但它们的样子是地方性的。这幅油猪岩画已有45500年的历史了。此前科学家们推测，只有进化为类智人的那类人才会画画，但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也有创造性思维和艺术表现。在河南许昌人遗址出土的一座距今13500年的微型鸟雕像，成为了世界考古界明星，被考古 Archaeology 杂志评为2020年度世界10大考古发现。出土于河南许昌陵景许昌人遗址，距今约13500年，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塑，将中国艺术中鸟类的表现提前了约8000多年。许昌人遗址鸟雕小巧玲珑，造型生动，反映了古人类精湛的雕刻技术和对自然形象的细致观察与高度模仿创作能力。如能对推定的年代加以测定确认，对研究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审美和意念表达能力，以及区域间人类群体的迁徙与交流等更为重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种可追溯至近 1.35 万年前的雕像已成为东亚地区所知的最古老的3维艺术品实例。一些发现让玛雅建筑的文化起源有了探索的新方向。古代人过去常常在水源附近定居，考古学家在圣佩德罗河附近发现了许多建筑物，原来它们属于古代玛雅文明。因为它们具有许多特征，建筑物本身不是独立的结构，而是考古学家声称这些建筑建于公元前1000至800年之间。甚至在这个考古遗址的建筑群中，还有宗教和防御结构的道路网络的发现，将填补有关古代文明知识的空白，并可能最终影响许多历史事实。
科学家们也曾争辩说玛雅人口达到500万，但鉴于最新数据，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人口在扩大2到3倍。玛雅人居住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南部以及伯利兹北部几乎相连的土地上。21世纪初约有70种玛雅语言，有超过500万人在使用，其中大部分能讲双语玛雅语和西班牙语，还有可能部分人口居住在沼泽地区。玛雅文明虽然存在的时候非常发达，不幸的是在16世纪，这个强大的古代文明在未知情况下突然完全消失了。西班牙考古学家在属于这个强大文明的热带雨林中发现了整个城市。纳斯卡高原是秘鲁最著名和最神秘的一个山丘，一只远古巨猫现身了。考古学家在山地上还原了它的模样，并预测了这只猫的年龄。结果显示，这只长达37米的猫可能至少已经1800岁了。猫的图像是通过从山上去除顶层岩石制成的，石层下方的黄色土壤为图像提供了清晰的轮廓，通常可以观察到整个图像。从鸟瞰的角度来看，图像可以是简单的几何形状，也可以是相当复杂的。纳斯卡地画在20世纪成为了一项轰动性的发现。纳斯卡高原上的大部分图画都是对秘鲁领土进行探索的一部分，但工人们在建造观景台时，意外发现了高原上的所有图画都是古代文明创作的，无论年代如何，经过更多研究后都完好的保存下来，都由政府控制和保护。今年4月，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在埃及南部城市卢克索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的一座重要城市遗址。按照考古人员说法，这是迄今在埃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阿顿 Aton， 整体保存良好，已出土大量生活用品，堪称古埃及版的庞贝古城，被称为失落的黄金城市。遗址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卢克索。考古学家们在寻找法老图坦卡蒙约公元前1336年至1327年的陵墓时，发现了这处被黄沙掩埋数千年的城址。城址保存非常完整，发现有房屋、街道、墙壁等，残存最高的墙壁有3米高，房间里摆满了古埃及人日常用品。象形文字的铭文表明，这座城市被称为 Ten Aton， 它是由图坦卡蒙的祖父阿蒙霍特普3世约公元前1390至1352年建立的。项目负责人扎西·哈瓦斯说，我将阿顿称之为黄金之城，它可以追溯到阿蒙霍特普3世统治时期，那是古埃及的黄金时代。生活在今天的你，如何看远古人类的智慧和当今的这些发现？我们期待阅读你的评论和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一定要点击那个按钮，并按响通知铃，以便于我们开更多的脑洞和获取更多未知的内容。感谢您的观看。